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肖战得闲紧致定档2月17日全网首播，八级前功莫德贤高燃来袭。当正午阳光的金色招牌再次亮起，当孔生导演的名字与蓝小龙那标志性的黑色幽默剧本碰撞在一起，中国电影市场仿佛迎来了一场久违的深水炸弹。而处于这场风暴中心的，正是那个曾经被无数光环与争议包裹的名字肖战。如果说之前大家对他的印象还停留在古装剧里的翩翩公子，那么随着电影得闲紧致定档2月17日正式网播上线，所有人都将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位演员。这部在院线拿下4亿票房、猫眼评分高达 9.7 分的口碑神作，不仅是正午阳光进军大银幕的重磅答卷，更是肖战演艺生涯中一座不可忽视的里程碑。他用一种近乎残酷的真实感告诉观众，那个细皮嫩肉的偶像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满脸泥屑、佝偻着背、操着一口南京话的八级前功莫德贤。电影的故事背景设定在抗战时期，但并未聚焦于正面战场的硝烟弥漫，而是将镜头对准了一个几乎被遗忘的角落割纸镇。肖战饰演的莫德贤，人如其名，本想在这个乱世里得闲偷生。他是一个南京机械厂的8级钳工，技术顶尖，性格却是个典型的小市民。他话唠，神经质，甚至有点贪生怕死。最大的愿望就是拖家带口在逃难中活下去。然而命运偏偏喜欢开玩笑，一支日军侦察小队的意外闯入，打破了割纸镇的宁静。在这个被战争阴云笼罩的小镇里，没有从天而降的神兵天将，只有莫德贤和他手中的扳手、锤子，以及那份被逼入绝境后爆发出的血性。这部电影之所以能引发如此巨大的反响，首先归功于肖战那令人生理性不适的演技爆发。在影片的前半段，观众几乎找不到肖战本人的影子，他把自己完全打碎了，黝黑的皮肤，乱糟糟的头发，因为长期劳作而微微佝偻的背脊，甚至连指甲缝里都塞满了洗不掉的机油味。有网友在观影后感叹，电影开场10分钟，我还在找肖战在哪里，直到那个操着南京话骂骂咧咧的钳工一抬头，我才惊觉那竟然是他。这种剧抛脸的效果并非化妆师的功劳，而是演员对角色灵魂的精准捕捉。特别是片中那场被观众誉为演技封神的戏份，当莫德贤第一次直面全副武装的日军时，他不是像传统英雄那样义愤填膺，而是全身止不住的发抖。那种颤抖不是演出来的，而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恐惧，是生理本能的反应。他的眼神涣散又聚焦，嘴唇哆嗦着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，但手中的工具却抓得死紧。这种生理化演技极具说服力，他让莫德贤这个角色瞬间立住了。他不是神，他只是一个被吓坏了的普通人。正如豆瓣上一位高赞影评所说，肖战演出了我们绝大多数人在战争面前的真实模样，正是因为他怕得要死，他后来的反击才显得如此悲壮和震撼。除了肖战的惊艳蜕变，彭昱畅、周依然、杨新明等实力派演员的加盟，更是让这场群像戏火花四溅。彭昱畅饰演的防空炮常萧衍，与莫德贤形成了一组奇妙的对照，一个是用嘴炮掩饰恐惧的逃兵，一个是试图用技术掌控命运的工匠。两人在片中那种蓝小龙式的互对台词，充满了黑色幽默的味道，让观众在紧张的剧情中忍俊不禁，却又在笑过之后感到一阵心酸。老戏骨杨新明，特别出演的廖凡和尹正，每一个角色都像是从那个时代泥土里长出来的一样，他们共同构建了割纸镇这个微缩的社会生态。在这里，没有绝对的坏人，
只有在生存本能下挣扎的众生。蓝小龙的剧本向来以难啃著称，他的台词密集，逻辑跳跃，但一旦进入他的语境，你就会发现其中蕴含的巨大力量。德贤锦志不仅仅是一部抗战片，更是一部关于家的寓言。片中有一个细节被反复提及，汉字里的家是宝盖头底下有个史珠。为了守护这个家，莫德贤不仅要护住人，还要护住那头象征着生活希望的猪。这种荒诞又写实的隐喻是蓝小龙独有的笔触，他让莫德贤用8级前功的技艺去对抗日军的精良装备，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具张力的戏剧冲突，不是拼刺刀，而是用陷阱，用机械原理，用劳动人民的智慧去周旋。这种技术流抗战让人耳目一新，既避免了神剧的雷人，又展现了中国工匠的坚韧。正午阳光的制作水准，则为这个扎实的故事穿上了一层质感极佳的外衣。孔生导演对于时代氛围的营造到了严苛的地步，从歌指镇的每一块青石板，到莫德贤手中工具的磨损程度，再到背景音里偶尔传来的老唱片声，无一不透着那个时代的苍凉与厚重。影片采用了大量手持摄影，增强了临场感和呼吸感，让观众仿佛就置身于那个随时可能丧命的修罗场。内地累计票房冲破4亿的成绩，对于一部没有宏大战争场面的文艺气质战争片来说，实属不易。这也证明了观众对于高质量内容的渴望。随着2月17日网播的上线，更多的观众将有机会在屏幕前细细品味这部佳作。很多在影院错过细节的网友表示准备2刷、3刷。一位微博网友写道：“第一次在电影院看被剧情推着走，太紧张了。这次网播我要一帧一帧的看肖战的微表情，看他怎么用眼神从一个市侩小民变成一个孤胆英雄。”还有观众专注于分析影片中的方言细节，作为南京人，听到莫德贤嘴里蹦出的那些土话，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。那不是台词，那是家乡在那个年代的呻吟。德贤锦志的成功，不仅仅是票房的胜利，更是对当下影视行业的一次正向激励。它证明了流量并非原罪，只要沉下心来打磨演技，流量明星一样可以成为品质的担当。它也证明了主旋律电影不需要说教，只要回归人性，回归最朴素的情感，就能打动人心。莫德贤这个角色，就像是我们身边每一个不起眼的普通人，平时或许斤斤计较，胆小怕事，但当灾难降临，当家园受到威胁时，那份潜藏在血脉里的倔强和勇气就会喷薄而出。影片的最后，当莫德贤满身伤痕地站在废墟之上，眼神中不再有恐惧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历经生死的淡然与坚定。那一刻，屏幕前的我们或许会明白，所谓的英雄，不过是咬紧牙关不肯后退的凡人。2月17日，无论你身在何处，都请打开屏幕，走进歌指镇，去见证那场关于生存与尊严的较量，去感受那份德贤背后的紧致，去拥抱那个在战火中颤抖却依然挺立的莫德贤。这不仅是一部电影，更是一次对先辈的深情回眸，是对这片土地上所有不屈灵魂的最高致敬。